我现在来到了陕西的宝鸡。去年我去了一趟山西大同，看到了举世闻名的悬空寺，并且还上去走了一下，当时觉得是非常震撼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同样是来看一个悬空建筑，被称之为全国5大悬空道观之一。我查了一下资料，据说呢，这个悬空道观呢，比山西那个悬空寺更惊险、更刺激。龙门洞景区，我来这个地方同样用的是年卡。我现在是在大山里面，这边呢属于喀斯特地貌。一般我们常说的悬空道观、悬空寺、悬空建筑，基本上是建在石山里面的。这种黄土高原或者普通的山，很少能够建造这种大规模的悬空建筑，因为必须要坚固嘛，那石头是最好的一种方式。现在这里海拔大概是1500多米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到了那个悬空建筑上面，海拔能够1800米，这个地方冬暖夏凉。在这里还能看到水车，这应该是为了展示用的。这里现在是一个森林公园，悬空道观只是它的一部分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应该还有一点距离，不知道现在这个里面有没有人居住啊？反正感觉就像我们在银桂川走的一些乡道一样的。这里只能徒步进来，车呢是停在外面的游客中心。看看周边的环境，全部是石山。来到这里，感觉像是走进了太行山，那边呢也全是石山。这里呢是龙门洞洞宾庵，不过好像是关门了。这种庵的话，一般是那种比基尼，或者是尼姑修行的地方吧。反正现在全部关闭了，我们就不往那边走了。快到了，这里应该就是龙门洞的山门，是陕西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这里看起来还是比较壮观的。龙门山，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，找一找到底在哪个地方，然后介绍一下这个悬空道观的由来。进来之后感觉还真的是挺大的，这里真的是非常幽静，也确实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。龙门主庭，为什么会是龙门主庭呢？因为这里啊算是道教一个门派的发祥地，就是说丘处机当时呢在这里修行，创立了一个门派，从而称之为龙门主庭。我还没找到，不知道在哪个位置，这都走了半天了。我个人还是挺喜欢在这种山里面逛一逛的，因为安静，没人打扰，空气也好，而且整体会让人比较舒服。马上就要爬山了，给大家看看在哪个位置啊。就在那一块，大家看到没有？那个栈道是非常惊险刺激的，真的是不想爬山了。你看，这样弯着上去，我刚才问了他们，500多个台阶，好累呀！如果是我，可能要1个多小时。这里呢，也是一座小的殿宇，不知道是里面摆放的哪一个，很惊险，很刺激。你看，上去的话是非常小，而且呢也很陡峭。这有一个水潭，叫做龙仙潭。龙门洞龙仙潭，这里传说就是跟龙有关的。只是说我们现在是春天，如果夏天来的话，这里风景是更好，或者说春天过了之后，这边全开花出来，就算是很好了。水帘洞，我们刚刚说的，还有一个禹王洞，看看这个洞内到底有什么。这样看这个洞不小哎，挺大的。禹王洞这个很好理解了，是纪念那大禹治水，这里的那个塑像也是他。大禹治水，三顾家门而不入嘛，说的就是他。水帘洞，说到这个名字，大家就会想到《西游记》。那其实，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水帘洞。这个洞口呢，在这一块。以前呢，那些修行的人可能就是在这里面。按照一些资料记载，当时里面呢还有水滴出来，从而称之为水帘洞。你想，如果是我们要从这里爬上去，是很困难的，而那些修行的人呢，就很容易。你看上面还有一些木头，感觉弄得跟横梁一样的。那么当时可能有好几个人在这里修行吧。这里有一个财神殿，很好理解了。我看到那个顶部也有建筑，那些悬空的道观，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上面了。继续往前面走，这么陡峭哦，别人要半个小时，我可能真的得1个小时啊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在那个位置
视频里面可能看不太清楚，因为有树木挡住了。这样肉眼看好惊险，好刺激啊！而且看起来比较渺小，完全是镶嵌在崖壁上面的。来之前看其他人都在说爬这里感觉跟爬华山一样，由于我没有到过华山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有爬过的可以说一下。大家看一看，这估计有60-70度的坡啊，这种地方来一次就足够了。快到了，已经走到底了。这里是一个大的平台，整个龙门洞的道观建筑都在这一块。灵官殿，这里有很多殿宇，基本上每一个建筑呢都是里面有塑像的。大家抬头看看上面这些悬空建筑，就在这一块，分为好几层啊，1、2、3，不知道是从哪里上去的，反正在这里看是非常惊险刺激的。它整体的建筑不是很大呀，我们在这里明显可以看到，像这一块它是靠2根木头支撑的，那上面也是靠木头，当然里面还有横梁了。看这些建筑，我感觉它比山西大同的那个悬空寺还更惊险更刺激。我们得往上爬一下，看看能够走到哪里，可能走不到最顶部啊，走到哪里算哪里了。因为今天主要就是来看这个悬空寺了，悬空道观。龙门洞道观是中国5大悬空道观之一，始于春秋，建于西汉，盛于金元，为道教全真龙门派发祥地，故称龙门祖庭。在西汉的时候，有一个侍郎，汉文帝时期呢来这里修行，特别是唐代的药王申思邈啊，也是在这里修行。在公元1180年，当时的丘处机他在龙门洞呢修行7载7年，隐居了7年。在这里呢，他创立了这个门派。后面修行成功之后，就去见了成吉思汗，一言自杀，救万民于水火，功垂千秋。这个地方2000多年以来一直有人在此修行，特别是丘处机在这里创建门派之后，这里呢更是有很多道教的人士在此修行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建筑都是镶嵌在崖壁当中，看起来完全是悬空的。它是在峭壁上面砸孔，打入木桩，用木板架桥，凌空而建。这里我们称之为全国5大悬空道观之一。其实呢，我们也可以说是5大悬空寺之一，只是我们说法不一样。你像衡山的悬空寺，它里面其实也是有道教的一些人物在里面的，我们就统称为悬空寺了。那是哪5大呢？第一就是衡山的悬空寺，我们去年去看过的那个呢，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，是佛道儒3教合一的独特寺庙。第二呢是西北的北禅寺，在西宁。第3呢是塔云山，在陕西的正安县。第4就是龙门洞，我们今天看到的。第5呢是老君山，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老君山和悬空寺，其他的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，特别是这个龙门洞啊，很多人都没有来过，这里呢算是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。现在我们准备上去看一看，这里有很多碑，这一块是清朝的，越来越陡峭了。在这边现在修行的道长们还是好几个，我刚才看到一个年纪比较大的，然后前方刚刚走的是很年轻的，估计就20多岁吧。这上面跟下面是垂直的，通过那些栈道才能走上去。上面那个栈道感觉挺危险的，离这个下面有20-30米高啊。我们去走一走。哎呀，太累了。这2块碑都是清朝康熙时期弄的，到了这边就更陡峭了，路也很小，这一块可能只有30-40公分。据说丘处机修行的地方也在这一块。哎呀，太陡峭了，来这些地方要小心了，双手一定要抓着铁链前行。好陡峭，你还要过去吗？对。厉害，我看看你怎么走，我都有点不太敢走。其实很好走的。一开始你们走害怕吧？一开始也害怕，后来慢慢都习惯了。哎，丘处机是在哪个地方修行的？我在那个酒店后面，主堂后面有一个丘处洞，当初在那儿修的。在下面是吧？对。哦，你看，他还奔跑起来了，很厉害。哦，上面有铁链，那敢走。如果没有铁链，我是不敢走的。通过航拍看一下这个悬空栈道。这个栈道离地面也有几十米，
我发现现在一些女孩子胆子还挺大的，这样的栈道还敢走，特别是这个女孩子，她不光走这个栈道，她后面呢还爬到顶部上去了，就是一个垂直的那个楼梯。等一下我走上去给大家详细的看一看。在这个墙壁上面有很多石刻，历朝历代的人来在这里都会留下痕迹，明朝的、清朝的。看看上面垂直的一个梯子，这个很惊险的，估计以前去那个电影就是从这里进出的，当然现在是封闭了，不让上，因为太危险了。这完全是贴在墙壁啊，一般人肯定是不敢走的。现在我们也去那边。哎呀，这个是不是跟华山那个栈道很相像啊？陡峭吧，几十米，恐高的人千万不要在这个上面走啊！这完全就是木头放在这个上面的，我都有点不敢看下面，因为我是有点恐高。刚才那位师傅走起来还挺快的，还敢奔跑，我就不行，我一定要拿着这个铁链。这里发现一个牛鼻子，可能就是为了固定这个铁链而开凿出来的，它是一直往上升的。哎呦，我腿都有点发软。我现在是身子侧着的，我要抓着铁链看下面，刺激吧？走在这个上面真的很吓人，胆战心惊的。越到这个高处越紧张，我腿都有点发软了。哦，怪不得这里称之为小华山，真的是名副其实啊！大家看看下面，还好旁边有铁链，没有铁链真的是不敢走。快到了小华山，这里呢感觉像大门，上去的话还得攀爬这个铁链。看看我们刚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，惊险刺激吧？哟，这个都有点晃了，这个柱子差点摔了，就这个吓我一跳。那一个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上去啊？我看的话是没有道路上去的，只能看到的那个梯子上去，往上走。哎呦，等于是爬着上去，这个铁链粗，你看完全是看这些柱子撑着的，这里一定要抓住那个铁链啊，不抓住的话很容易滑的。哇，那位师傅在那里。哎呦，哇，师傅，你还没走到那个最顶上去吗？对。哇，我估计不敢走，我来看一下你怎么走上去的。哇，现在相当于我们是来到了这个悬空道观的第一层，这里也是一个天然的洞穴。如果要去第二层建筑，必须走旁边也是悬空栈道，然后再通过前面那个梯子爬上去，这样才能到达我们外表看的第二层建筑。这里就看得非常明显了，第一层建筑和第二层建筑不在一个平面上面，它是相当于交叉的，第三层和第二层又是交叉的。在外面这样看真的太惊险了。这位师傅是在这里进行上香，他现在是去第二层，真的挺佩服他的，走得很快呀，我都跟不上，因为这里我有点害怕，特别是到了这个位置，这里有一个木梯子爬上去，我们现在可能好走一点，估计以前的话更难。在这里我就走得很慢，已经跟不上他的脚步了。我们来到这个悬空道观的第二层建筑，来到这里真的是被惊讶到了。大家看一看，这里第二层到第三层就是通过这样上下的，一个是木梯子，一个是铁梯子。这位师傅在旁边上香，听他说以前是木梯子，后面为了安全就弄成这个铁了。我是不敢爬，因为我有恐高，并且呢我拿着相机也不好爬，所以就在这里看一看，等一下等这位师傅上去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爬的。非常惊险，非常危险的，有恐高的人肯定是不能爬的。我们先简单的摸一下这个木头的，以前就是这种，这个木头也很粗壮啊，可能以前就是这样放在这里的，但是这个总体来说不是那么安全，而且有点滑。
后面就弄成了这种钢筋的。我们随便体验1、2节吧，太刺激了。第3层建筑呢是叫做婚宴阁，海拔1800米，距离地面呢130米。想要到达第3层，必须通过刚刚那个垂直楼梯才能上来。像这个建筑呢，也是镶嵌在崖壁上面，完全基本上也是靠那个柱子支撑着。站在这里，我有个疑问，像这些悬空建筑，它到底是怎么建成的？我们现在爬上来都很费劲，在当时他们要把这些木头运上来，并且呢搭建好，这个就非常困难了。特别是最顶部这一块，很难很难的。佩服以前的建筑人员，竟然在这个绝壁上面建立起来了这样的亭台楼阁，不简单呐。按照我的猜想呢，它应该是从第1层开始建，先打入木桩，用木板架桥，这样的话把第1层弄好了之后，进而再打造第2层、第3层，这样一层一层上去。在这里又看到这个女孩子从第2层爬到第3层，胆子真的挺大的，她敢爬上去。从这个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，爬这个并不简单呢，也是比较缓慢的，因为确实是有一点点危险性。反正我是不敢往上面爬。这个女孩子他们是3个人一起来这里游玩，我看了一下，只有她敢往上面爬，另外2个人都不敢，在下面看着她，也是走得非常缓慢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那位师傅，那位工作人员，他是怎么攀爬的。据他介绍，他是每天都要爬，因为要上香。他要开始攀爬了，我们来仔细看看。哇，就这么爬上去的，我不敢上去。这个高的体能是没事，就是有点恐高，还是不能爬。平时就好。第第一次爬都是这样。第1次爬你很害怕吧？第一次也害怕，但是后来都习惯了。这有10多米高呢。他攀爬的还是挺快的。他上去了。真的，我是不敢体验了。反正有恐高的，大家一定不能体验这个。下去。这都是天然洞穴弄成的。刚刚我们从这里上来的话，我都有点紧张。这也是完全垂直的，就是第1层建筑跟第2层建筑也是很不好走的。哎呦，你看这里弄了很多那个钢筋，让它抓着手才好下去，要不然这里也很危险的。哇，这洞穴还挺大的。在这个位置就能看得比较清楚，2楼到1楼是怎么行走的。他现在呢上完香是准备去做晚课了，早中晚都有。这还是你厉害，走得这么快。我走在悬空道观这一边，腿都会发软，所以还是要倒着走好一点。倒着走，倒着走的话，你落脚点落的。对，这个位置其实是很陡峭的，可能他是走熟了才这么快。如果是我的话，得很小心很慢。这个悬空道观悬空室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，现在往回走。大家觉得刺不刺激，惊不惊险？反正我觉得这个是我走过最惊险的一个悬空建筑，比山西的那个悬空室都更刺激。因为我去的时候，那个悬空室其实走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，而这里的话，胆子小的人绝对是不能走的。在下面看这个悬空建筑，也确实感觉有点恐怖。不过来到这里也算是大开眼界。不知道大家看完会不会觉得害怕呀？悬空建筑、悬空道观我们看完了，现在去看一下丘处机当时修行隐居的地方。找到了丘处机修行的地方，听说也很惊险刺激。这一块我把包放这里，这些上面很多还有字的，走上去看看。丘处机当年就是在这里修行，这个就是丘处机吧。哎呦，好滑呀！按照资料记载，丘处机呢在这里修行7年，算是修道成功。后面呢才去找成吉思汗，在当时应该算得起来是国师了。他见到成吉思汗，使得成吉思汗后面没有屠杀那么多人了，这是丘处机的一大壮举善举。这上面很多文字，有一些历史可能比较早，因为写的是繁体字，
在旁边还有山洞，估计丘处机当时就是在这一块修行，不局限是一个山洞啊，这一块可能都是他。这个悬空寺悬空道观我们就参观完了，真的是不虚此行啊，让人感觉到非常震撼，也佩服以前的智慧，佩服以前这些建造人们。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